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下巴形状看你命运好坏。面相的不同部分其实都是可以看相算命的，不同的面相特征其实都可以看出很多事情。但若是根据下巴来看的话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下巴才是有福气的吗？什么样的下巴命运又不太好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命好的下巴相。一、双下巴。所谓的双下巴，就是指一个人的下巴长的肉比较多，整个下庭非常的饱满，说明财库比较丰隆，则往往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个人的聚财能力也就会更加的富足。尤其是到了中晚年的时候，在生活方面取得成就比较高，尤其是在家财方面，家里的动产与不动产会比较的多，往往田宅兴旺，会拥有非常不错的福气。所以这样的人日后不会愁钱花，年龄越大，存的钱也就会越多。二、方下巴。所谓的方下巴指的是下巴部位长得比较方阔，一般来说的话，长有此种下巴的人大多体型方面也比较的健壮一些，也会有例外。腮骨方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和脾气方面一般比较的固执和倔强，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踏实，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，意志力比较的坚韧，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，对事业对家庭都非常的有责任感，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，不过平时略显严肃，生活情趣方面略显不足。三、圆下巴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，很有爱心，喜欢帮助别人，特别的容易相处，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多，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，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，会照顾人。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，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，善于储蓄，属于富贵相中的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。四、长下巴。如果一个人下巴长得较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，对人对己要求都特别的严苛，意志力较为强大，只要是决定的事情就会努力坚持把它做完，不喜欢中途放弃，而且特别的重情重义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，属于难得的好伴侣。女人下巴长得一般比较热心肠，属于外刚内柔的性格，人缘非常的好。男人下巴长则一般意志坚韧，上进心强，个人能力也比较的突出，往往能成大器。五、兜下巴。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，且向前方翘起，正所谓下巴有兜，一生无忧。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，做事坚持，而且爱好广泛，很有才华，异性缘非常的好。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比较的顾家，个人能力也比较的强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女人长有兜下巴，个性温和，容易相处，而且富有爱心，家庭责任比较重，对长辈孝顺，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，家庭和谐稳定，晚年富贵无忧。六、肉下巴面相。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，整个下庭看起来比较的饱满有肉，则往往说明此人聚财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，天生就会有理财的能力，尤其是女人更是持家过日子的好帮手，一旦把钱交到他们手里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好，而且这样的女人心胸宽广，能容人，中晚年之后家里的孩子也是个个孝顺懂事的人，一定会非常的有出息。七、W 型的下巴。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微有凹进去，呈现微微的 W 型。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，并且晚年体力不衰，老当益壮，生活丰富精彩，持续发光发热，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。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迈克·道格拉斯，下巴就是呈 W 型的人。呈 W 型的人审美观极佳，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，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。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，恋爱机会往往很多，但奇妙的是，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掌控恋爱节奏，懂得自制，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。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，
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。8. 宽厚的下巴。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，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。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，如果肥肥软软的，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，只是代表常得口福，并不代表晚年幸运。下巴又圆又大、结实丰满的人，待人处事富有人情味，都能营造家庭温暖，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。就算是做不婚的单身王老五，也是凡事看得开、想得开，烦恼不上心，晚年是过得乐天知命，快活，逍遥得很。2. 命不好的下巴相。1. 尖下巴。尖下巴的人一生追求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满足，喜欢寻根问底，他们追求浪漫主义，而且不现实，婚姻因迟婚为好，早婚多有婚变。这种脸型下巴尖翘瘦小，附带有2个乙骨收缩，而乙骨代表着晚年的田宅，也就是晚年家中的资产。两仪消薄通常预示着晚年孤单凄凉，家业不聚，而没有敛财的女性往往心胸狭窄，尖酸挑唆，妒火争技，世人之短而睚眦刻薄。既然心胸不开阔，就容易无事生非，唧唧歪歪，纠结于某些小的不经意的而难以开脱。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作为女人更无法考究和观察到丈夫的情绪，更多的是对他人的索取，而不是大度的舍予。也就是说，不知道关心别人，不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。如果下巴过尖的话，必然是多愁善感，给感情和婚姻的另一半造成疲惫和压力。也就是说，瓜子脸的美女往往情感婚姻上波折较多，人生不那么尽如人意。2. 短下巴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，很有爱心，喜欢帮助别人，特别的容易相处，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多。遇到困难时，身边常有贵人相助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，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，会照顾人。女人下巴圆润的话，能够旺夫生财；男人下巴圆润的话，则做事稳健，善于储蓄，属于富贵相中的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。3. 下巴圆而狭。说白了，下巴长得圆而狭的意思就是全部脸部更圆滑，但他们的下颌看上去很尖，通常绝大多数时间自身的内心会较为欠缺。本人远见卓识，只有做一些苦工的活，一旦有头脑便会无法跟上，因此他们天生就没有什么驱动力，工作能力都不由其强，越到最后他们的福寿也会发展趋势的越差，终究是一种奔忙疲劳，日子过得不太好。4. 蟹下巴。所谓的蟹下巴在相学中也称为缩下巴，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。长有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。一般来说，长有蟹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，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，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，整天喜欢胡思乱想，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，个人能力不足，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。5. 下巴圆而狭。所谓的下巴圆而狭的意思就是整个脸部比较圆润，但是他们的下巴看起来非常的尖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自己的心智方面会比较的欠缺，个人也没啥大主见，只能做一些苦力的活，一旦有脑子就会跟不上，所以他们天生就没啥上进心，个人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，越是到最后他们的福禄发展也就会越差，注定属于奔波劳碌的命，日子过不好。6. 下巴左右腮骨不规则形状。拥有这样的下巴，阴谋诡计较多，而且特别的会投机取巧，但也经常会喜怒不定，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够一直持续下去，人生的运势也常常会发生转变。讲耳大有福，10种女人耳相。第3种是最佳老婆人选。有句古语说得好，耳大有福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若是遇到耳朵大的老板或同事，表明此人个性开朗稳重，做他们的员工会非常的轻松和愉快。若是耳朵很小又薄，这可要注意了，则表明这个老板很精明，气量小。那么对于女人来说，这里的10种耳相特征分别对应着10种不同的命运，一起来看下吧。一般将耳朵分成3等分来观察，
也就是上轮、中轮、下轮，古相学上称为天轮、人轮、地轮。而这3部分在相学上有着很有意思的表征意义。上轮代表精神面极之性面，所以上轮发达的女孩，其之敏感度高， IQ 也非常高。中轮代表行动力，所以中轮发达的女孩，精力充沛，态度积极，做事果决。下轮代表物质面的欲望，所以下轮发达的女孩，颇重物质享受，喜欢安逸的生活，所以较现实及务实。一耳朵肉肉的女孩较有福气，在古相学是说食禄多、贵人多的耳相。二耳朵贴脑的女孩，个性较为内敛，学习力、领悟力强，温柔、亲和力高，较识大体，少有突兀、怪异的举动。三耳朵轮廓柔美，耳骨清晰，而肉包的匀称，而且耳骨不外翻，那是最佳的老婆人选。四耳朵软软的女孩，感情丰富，为人厚道，但如果耳朵有点生硬，则相当有个性，翻起来时有些冷酷与绝情。五耳高于眉的女孩，注重形而上的意识及精神面的感受，头脑好，能力高，却有孤傲不群的倾向。如果您不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想以财富来打动她，那则可能大错特错。六耳朵过低的女孩，较为现实，也多计较，崇尚物质生活。如果您是两袖清风，前途不看好的谦谦君子之人，那么您不会是他的偶像。七耳朵肉多，耳骨不明显，会因多情而乱了原则的女孩，情令智昏是其缺点。八耳骨外翻的女孩，过于本位主义，胆子大，特意孤行，蛮有表现欲的。九耳朵的中轮骨外翻，看起来比上轮还大的女孩，个性强悍，胆子大，叛逆性强，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。如果您是乖乖男，具有3从4德的节操，那他会是您的最佳伴侣。十上轮尖尖而不是圆圆的尖耳多骨女孩，敏锐度极高，疑心病重，有时候会有过头的极端，也常会患得患失，对感情尤其看不开，常会有灰色的思维，也常会以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人际关系。同时，无数的相学家还发现，修行的人耳朵会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表现在2个方面。一种是耳朵会越来越高，因为修行人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智慧，修行的功夫越深，人就越来越聪明，耳朵也会越长越高。第2种是修行的人耳垂会变得越来越大，耳垂越大的人越有福气，而且很长寿。耳垂的部位一般代表人60岁以后的运气，一个人耳垂又大又长又饱满，60岁以后就会有相当好的运气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耳朵长得不是很好的话，要想改运，那就要不断的去修行，如此就能慢慢的增加我们的福气，特别是获得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德行善，增加自己的福报。第2，6种牙齿6种命，穷人富人张嘴对比一下就知道。一牙齐齿白，相学中讲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非常整齐并且洁白，那么这样的人气色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，懂得人情世故，情商很高。当然，这样的人运势也会相当不错，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，在工作中也能够得到提拔与赏识，升职加薪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，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福气非常的大，收入也会不错。2牙黄有垢，相对的，相学中也提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看起来有点暗黄，甚至带有牙垢，那么很明显这样的人日常生活的自控能力比较差，在事业与工作中也会经历比较多的挫折与困难，运势不佳，赚不了什么大钱，只有多出苦力受累，才有机会获得一定的成功。
尤其是牙齿长得非常的黑的人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，还得为子女操劳。3、牙齿密集。相学中讲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密集且错落有致，那么这样的人首先肾气十足，十分健康，其次做事十分有自己的主见，能够很好的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，最后这样子的面相拥有着很好的运势，日后必定谋得一官半职，或是福禄双全，大富大贵，能够保证日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4、牙齿稀疏。相对的，相学中也提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稀疏，缝隙很大，那么这样的人不易守财，面相不佳，生活中多半是比较贫穷，并且还大手大脚，所以经常会缺钱花，当遇到真正用钱的时候，必定是雪上加霜。5、门牙较大。门牙在相学中属于我们的财门，若是一个人的门牙长得比较大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的精力体力比较充沛，做事有精气神，拥有非常不错的人际交往能力，个人的感情运势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错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不但能够聚财，也能够存钱，自然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成功几率。而且门牙大的人性格非常的开朗，就算是遇到苦难，也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。6、小齿而密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小而密集，则这样的人多半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心智发育也会非常的不错，做事也会有判断思考能力，一生也会拥有不错的发财机会。但是牙齿短不到半公分，而且又有很多蛀牙的人，代表他的消化能力也较弱，身体不够好，也影响到思考力，则他们智力和体力都嫌不够，所以一生当中与福、禄、寿的缘分也几乎都不足。第3，千金角，富贵命，快看你有没有这种角相。子有云：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人生在世，为的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，而立地指的就是双脚好好站立的意思。所以在相学中，双脚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代表一个人的财富和运势。你是否好奇你的脚会是所谓的千金脚吗？今天我最后来给大家分享下哪几种脚相的人富贵好命吧。一、大脚趾最长。一个人的脚要想代表富贵，首先脚趾就应该有长有短，并且形状端正。如果大脚趾明显最长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性格稳重，做事有规划，踏实肯干，有着绝佳的财运。同时，由于他们都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所以通常能积累不小的家财，从而在年老时会享有后福。2.2 脚趾最长。二脚趾最长的脚型也被称作希腊脚，有这样脚型的人极易出俊男美女，因为他们大多四肢修长，骨骼明显，身形漂亮。同时，这类人生来就吉人自有天相，一生顺利，无忧无虑。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命，但好在平日工作稳定，一生会有不错的经济来源，可衣食无忧。3、脚底凹陷。相学中有句话，脚下荣归，富甲一方，意思是脚底有凹陷，并且凹陷的程度能够容纳一只乌龟大小的话，这样的人不论男女，身体都十分健康，精力旺盛。同时他们的财运也旺，生活富足，一生安逸享受，往往都是非富即贵之人。特别是女性脚底深陷的话，还会有不错的姻缘，通常能够嫁个富贵老公。4、脚底有纹。和手纹不同，脚底有纹是吉象，所以足部纹路多最好。一个人的脚下有十字纹、龟纹、人形纹，或是有很多直纹的话，就是所谓的贵人脚。一般有这些脚相的人都有不错的运势和机遇，还能时常得到贵人的帮助。相反，脚底少纹甚至无纹的人，相学特征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，
而不同阶段的财运也各不相同，而一个人在哪个阶段财运好，也能够从面相特征中体现出来。有的人财运来得早，而有些人财运则是来得晚。那在生活中，哪些相学特征的人中年时运旺，能大展宏图呢？小酱汁今天从手相、面相两个角度为酱友们讲解，一起了解一下吧。一、中年发达的手相特征。一、食指下方有田字纹。食指下方，也就是巽宫的位置上，如果有田字纹，代表此类人不必为金钱忧愁，即便年轻时期事业艰辛，中年后也一定有了丰富的田产。这类人熬到中年时间，大多运势转好，中年发达。二、金星纹。无名指下面这样的纹路较明显的人，一般是有财运的。在无名指附近的手纹，通常预示此人能够中晚年得志，后半生的财运比较旺。在无名指下的金星纹，不管男女，做事都很认真负责，值得信任，属于越挫越勇的类型。也许早年运势一般，但中年机会多。三、有明显的太阳线。太阳线是指朝无名指下方延伸的掌纹，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、名誉以及成功。所以太阳线漂亮代表人缘佳，做事容易成功。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，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在中年时间运势比较好。四、手掌心有十字纹。手掌心有十字纹的人，此类人对于玄学、命理、相学这些很有自己的见解，所以说这种纹线也表示对知识的探索与追求。可以说手上有这种纹线的人，头脑只要给足时间去钻研，在中年时间大多有发展机会。五、事业线。事业线源于月秋，表示你是一个早年没有家人与贵人的帮助而白手起家的人。事业线过了30以后就变得清晰明朗，旁边还有成功线相伴，说明中年以后万事就开始顺利起来了，属于中年运势好的手相。六、从手掌来看，整体有光泽，手掌厚实圆润，性格比较坚毅，但是早期做事有些天马行空的感觉，到中晚年后性格会慢慢沉积爆发，积累的人生经验越来越多，成功的几率比较高。七、断掌。断掌的人中也是属于中年发达概率比较高的一类手相，因为早年大多容易冲动或考虑不充分，往往是属于经历波折后运势才变好的，是属于中年发达的手相。八、手上有元宝纹。手中有元宝纹的人也是招财的特征，尤其对于女性而言，手上如果有元宝纹，必定旺夫益子。元宝纹就是手上的纹线组合起来像元宝的形状，不能断开，也不能有缝隙，完完全全封闭成一个元宝形状的，才是真正聚财手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中年能够发达。二、中年发达的面相特征。一、方脸并且耳朵大。方形脸做事稳重，不张扬，在事业和财运上从小开始做起积累，一般积累到中年，运气就会变得很好。如果方脸的人再有大大的耳朵，这样的人是中年以后运气会更佳，在财运上多有机会出现，在事业上会步步高升。二、小眼睛大器晚成。俗话说眼大高人一等，眼小大器晚成。眼大的人早年运势较佳，大眼有神，眼大的人有艺术天赋，领悟能力强，早年运势好，能早出名，但容易会提前透支自己的福报，而中年后运势逐渐下滑。而如果小眼的人则有远见，志向远大，早年虽然是运势不济，但能够白手起家，自立家业，大多在35岁后开始走好运，出现了运势上的改善。三、双下巴中年运气好。下巴饱满有肉者，性格宽厚，有耐心，做事有魄力。下巴被称为地格，在古代，地格丰满者表示田宅运好，收租收粮，也代表积蓄多，能有大成就，为有福气之人。子女教育有方，能育成贵子，事业财运好，中年时期容易得贵人帮助。四、鼻头饱满。鼻头饱满者独立自信，有很强的上进心，勇于拼搏，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，毅力强，做什么事都不会半途而废。鼻为中年的运势周期，所以如果鼻子长得好的人，大多在中年时间多得好运势出现，属于中年有好运的特征。五、额头宽阔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眼界、心胸和见识，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和目光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比较宽阔的话，
这种人一般心胸比较宽阔，眼界也比较窄，很有智慧，往往到了中年以后，累积下的人脉和能力便会爆发出来，容易发达。6. 太阳穴饱满。太阳穴位置在面相中又称夫妻宫，也叫奸门。如果太阳穴位置比较饱满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智商较高，非常聪明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善于与周围的人打交道，有着很强的沟通和社交能力。经过前期的积累，到中年时必定能够发达。7. 鼻梁挺拔。在面相中，鼻子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挺拔的话，这个人一般很有自信和主见，事业心比较重，而且做事坚持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。从面相流年来说，这类特征往往在中年出现人生机遇。8. 印堂宽阔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印堂宽阔代表着一个人的气量和心胸大小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宽阔饱满，这种人一般胸襟非常宽阔，为人非常的大气，不喜欢与人计较，而且心态乐观，有着很强的洞察能力，善于学习他人身上的长处，所以到了中年以后，运势会越来越顺，好机会也多了起来。9. 嘴唇厚实，再加上嘴角上扬。一个人的嘴唇厚实，而且再加上嘴角上扬，那么这个面相的人到了中年，运势会变得更加顺利起来。嘴角上扬的人性就是非常乐观之人，他们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会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，从不怕波折。嘴唇厚实、嘴角上扬的人一般都是早年运势一般，但中年后运势要好很多，无论是事业还是财运都会变得顺利起来。10. 上庭短，中下庭长。面部有3庭，上庭是指额头到眉毛的位置，中庭则是眉毛到鼻子准头的位置，而下庭是鼻子到下巴的位置，这就是面部3庭。如果一个人的3庭都没有缺陷，那么这个人的命运不会差，一生运势都还可以，不会有太大的起伏。而如果有人上庭短有所缺陷的话，那么早年运势财运都不会很好，会过得比较艰难。只有到了中年，运势才会好转，先苦后甜面相。所以中年运势才好的人，往往中庭或下庭比较大。酱友们可以对照小酱汁上面讲的内容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中，但切记相不独论，上面所列举的特征符合的越多，就越容易实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